我从小就是温吞性子，幼时和夫子初见，兄弟姐妹们都争着秀文采，只有我无动于衷。及笄后选夫婿，姐姐们都挑丞相之子将军之后，大娘问我家那个穷书生行不行，我娘使劲给我使眼色，急得帕子都要绞断了。但在众人复杂的目光里，我缓缓吐出一个字：行。后来，穷书生成了摄政王。和同僚议事到一半，他突然笑问：黎黎啊，给你弄个皇后当着玩好不好？这上书内院正吓得跪了一地，全都战战兢兢地看向我。我抱着小白狗点点头，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是和我二姐同一天出嫁的，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。她去将军府，我去破宅院。她十里红妆，我只有我娘这些年攒下的几分金银细软。那日大娘问我愿不愿意嫁给穷书生，我说行之后，我娘回院子大发一通脾气。她指着我痛骂一顿，说当年如果知道我这么傻，根本不会把我生出来。我安静地站在院子里，把刚刚管家给我的果子举起来，问他吃不吃。他一梗，又开始恨自己无能，抱着我哭了一宿，说对不起我。我也红了眼眶，拍拍我娘的脑袋，小声说：娘，不哭，阿离没事。其实我不觉得嫁给穷书生有什么不好。府上小丫头们闲聊时，我听过几句。书生名叫萧仄，来京3年了，被无数公主郡主相中，想带回去做男宠，他没同意。没想到我爹广撒网给女儿们物色夫家，其中竟然还有他。他家里穷，没什么好争的，我恰好也懒得争抢，嫁过去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事。最主要的是，小丫头们说这书生有个好皮相，当年骑马走过长安街，收到了满怀少女鲜花。我坐在迎亲马车里胡思乱想，昏昏欲睡。等我一抬头，那貌比潘安的穷书生萧仄正一袭红袍站在我面前，眉目如画，清俊如玉。与我对视后，抿唇一笑，将盖头放在一旁的桌子上，问我饿不饿。我打量着屋子，土坯墙被新刷了层白灰，正中摆着张半旧的八仙桌，桌面被反复擦拭得发亮。桌沿虽有道浅裂，却用红布仔细包了边。他见我打量，笑道：很穷对吧？你出身商贾世家，没见过这样破败的屋子吧？如果实在适应不了，可以回娘家住。他笑得坦荡，眉眼柔和。可刚成婚，妻子就回娘家，这是对夫君的一种藐视。我这才把目光放到他身上，摇头道：没有嫌弃。苹果，你吃吗？我举起手中的苹果，这苹果是早上我娘塞进我手里的。她千叮咛万嘱咐，掀开盖头后一定要吃掉，保我平安。此刻我早就把我娘的话抛到九霄云外。见萧仄狼艳独绝，被迷了眼。他又主动问我饿不饿，我也想回报一些什么。他呵呵笑出声，起身拿过苹果，去了厨房。没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一手端着阳春面，冒着腾腾热气，一手瓷盘里盛着被人精心削好的苹果。他把盘子举到我面前，温声问：小兔子，喜欢吗？我眼睛都亮了，惊奇地捏起一只小兔子，笑得眼睛眯眯，慢吞吞道：好可爱，来吃饭吧。今早我跟喜娘说你折腾一天不吃东西会难受，她说这是规矩。我摇头，又说没事。我话不多，一餐几乎是他在说，他比我所见的男人都要坦诚。好吧，其实我也没见过几个男人。我爹常年在外行商，每次回来也轮不到我和他亲近，他很会精打细算。李府张管家是个老先生，虽然脾气好，但像只笑面虎。再就是哥哥们聪明出色，可惜我们依旧不熟。倒是我眼前这个萧仄，他说他爹娘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不要他了。会试每3年一次，他上次因路途遥远没参加上，干脆来到京城，等下一次会试，找了个没人要的破屋子，修修补补住了下来，靠抄书带笔教私塾糊口。他讲完自己，我半碗面也下肚了，吃了几块苹果后，把筷子递给他：你吃。我对功名利禄没什么追求，饿了能吃饭，困了能睡觉，对于我而言很满足了。但萧仄似乎十分担心苦了我。临睡前，我们合衣而眠。
他低声反复问：你想家吗？我可以把你送回去。我和他不在一个世界里。攥住他袖子说：我娘说成亲当夜要圆房。他不说话了，连呼吸都变轻了，半晌才磕磕巴巴说：不急，留给你反悔的余地。我在心里默默说了句不会反悔。成亲后的日子很平常，但比我在离家的时候有意思多了。我们住的地方在京郊，风景秀丽。萧泽上午读书，下午去赚钱。我不打扰他学习，就四处跑着玩。今天从树上就下个麻雀，明天追着兔子跑出去2里地。那是萧泽第一次对我蹙眉。他说：你一个姑娘家，在这荒郊乱跑什么？我温吞道：我不傻，能找回家。这是傻不傻的问题吗？转而意识到自己语气重了，放软了语气。我知道没人陪你，你会无聊，但你给我几日，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自打那日后，萧泽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甚至一离家就好几天。第一次离家半月时，我以为他要飞黄腾达了，不想带我过好日子。我刚要收拾东西回家，他就骑马进了院子。我们两人相顾无言，气氛有些尴尬。良久后，他干巴巴地问：干什么去？我以为你不要我了，我打算回家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他有什么地方变了，眼神还是气质，总之初见时的温润不见了，变得锐利了许多。他连忙飞下马，献宝似的从怀里掏出一小盒首饰。我娶你的时候没给你什么好东西，如今给你补上，喜欢吗？他打开盒子，里面的金簪就是我娘头上都没有。我一愣，下意识道：你傍上公主了？萧泽表情复杂：怎么会？这是我赚来的。原来他半个月前随商队去了南方行商。他读过书，脑袋灵活，看准机遇后吃的油水也大，因此这半个月的收益赶上他往常抄半年书了。我甜笑，觉得他好厉害。他见我笑了，也松了口气，连忙把簪子轻手戴到我发髻上，顺手把我的小包袱拿走，扶住我肩膀正色道：我不会不要你，前些日子走得急，见你还在睡没叫醒你，以后不会了。我点点头。他把不知道哪里弄来的马拴在树上去做饭。我蹲在马前，仰头看他吃草。他朗声问我这些天怎么吃的饭，我说随便吃的。他很心疼，一顿给我加了3个鸡腿。其实我随口说的，我会做饭，但我不想以后在家做饭才胡说的。吃饱饭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木板要给我做秋千。我乖巧地说好，还甜甜地夸他厉害，给他夸得脸红红的。门口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循声望去，有个鼠头鼠脑的妇人站在院子门口探头。我认识这人，当时在李府送我上花轿的媒婆兼喜娘。她看见了我，连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跑来，说着就要下跪。小姐啊，真是糊涂了，那穷书生不叫萧泽，叫萧泽。这老奴弄错了啊。我手里的柿饼子掉地上了，而那边锯木头的萧泽也停下了手头的动作。我有些无措，因为老妇人和萧泽的视线都汇聚在我身上。萧泽眼中不仅有期待，还带着一丝绝望的破釜沉舟。但我只是淡定地问：怎么回事？喜娘颤颤巍巍地交代。她说原本老爷说要给城中适龄男子都发去帖子，她本来是想给萧泽的，可那小丫头听错了，写了萧泽的名字，误送去了。那时候家里忙，没人发现这小小的错误。等一切尘埃落定后，萧泽找上门来了，不是早就回了帖子，怎的收了聘礼后就没了那回事了。这一对才知道，姑娘给送到萧家来了。我听后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我来的时候屋子外贴红花的浆糊还没干，怪不得聘礼简单的像临时凑的，搞了半天还真是临时凑的。我呵呵了。老妇人见我不说话，拉住我就想走。小姐，您得跟我回去，萧泽都给了聘礼了，怎么也得有人交差啊。我和他较劲儿，不肯往前挪半步，缓声道：我不走。萧泽听见这话，松了口气，连忙放下锯子，快步走来，强硬地把我的手从老妇人手中拽出来。这是我娘子。
我装作胆怯的躲到萧子宽肩后，低声说：“把聘礼还回去不行吗？”这，小姐啊，那聘礼都被小少爷拿去赌光了。如今萧泽3番5次就来府上，没人敢跟老爷说啊。你就回去吧。黎阔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也是最不省心的，天天往赌场跑。我爹为了修理他，棍子都打断了好几根。但大娘疼小儿子，后面只要老爷不在家，这种祸事全都被他拦下来了。萧泽周身气压都低了，他不悦道：“但帖子我也是收了的，聘礼我也送去了，没道理再把娘子送回去。”我心下一横，我不回去，我们已经圆房了。萧泽抓着我的手一紧，攥得我生疼。我说：“我会还聘礼，你走吧。”老妇人听说离家庶出的黎是个傻子，没想到此刻却有主见得紧。既然都这么说了，她也不想丢老脸在这里闹，只好妥协道：“那总得拿出来个东西，让我回去暂时交差。”此刻我身上值钱的只有方才他戴到我头上的金簪。我从后面戳了戳萧子后腰，小声问：“簪子？”萧子没理我，准备从怀中拿出贴身的玉佩。那玉佩是他爹娘留给他唯一的东西了，怎么能这么送出去？我抱住他的胳膊，从脑袋上拔下金簪，给。但你要把账单拿给我看，多退少补，不然我会告诉大娘的。他忙不迭地说好，还算满意的走了。萧子侧眸看我，眸子里情绪复杂，怜惜、愧疚，甚至藏着愤、阴狠。我踮脚盖住他眼睛，温吞道：“不要那样看我。”他轻柔地把我的手拿下，小臂微微用力，把我扯进他怀里。温柔的薄荷松子味混合啄木香，一瞬包裹了我。他从我耳旁低声道：“我以后会送你更好的。”我犹豫片刻，环住了他的腰，拍了2下脊背，算作安慰。好在那枚簪子能够抵消聘礼。老妇人也是个守信用的，退回我一些银子。只是萧泽从那日起不在家的时候越来越多。他虽忙，但家里也是有变化的。我从京郊搬到了城里，又从粗布麻衣换上了粗棉布，从粗棉布换上了湿布，连小匣子里的金饰都堆得满满当当的。萧泽怕我平时吃不到热乎饭，还雇来个做饭的老婢子。我说不用破费的，他还让我不用给他省钱，娶我回来就是想让我享福的。我没说话，脸倒是越吃越圆润。我管老婢子叫乔婶儿，不和我们住一起，做好1日3餐就离开。但他是个京城万事通，往大街上溜达一圈，就搜罗很多新鲜事。这天一边做饭一边和我聊天，谨慎问道：“小黎，你和京城那户商贾黎家有什么关系吗？”我坐在小板凳上，撑着下巴：“怎么了吗？听说啊，黎家小儿子叫什么阔，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被人把手打断了。女子嫁人后，就和娘家关系更加淡薄。”我不知道这些事，摇摇头没接话，心里倒是畅快。次日萧泽一回来，我就和他分享这事。他淡淡道：“是吗？”倒没什么惊讶的情绪，还问我听见这消息开心吗？我正从他的口袋里翻他给我带回来什么好玩意儿，随口应道：“当然开心啦。”他摸摸我脑袋，变戏法般变出个琉璃翡翠簪子，簪在我脑袋上，像在欣赏最美丽的风景般夸道：“真好看。”我没多想他为什么不惊讶，毕竟自从萧泽在外面打拼久了，性子越发沉稳，也就在我面前笑笑了。他出去时常写信给我，可这次离家，最后一封信的字迹不是他的，但信里说萧泽发生了意外，腿受了很重的伤，他叫我收拾东西回家。我当时根本没多考虑，合计着很重是多重，只是想到要是腿伤了，他躺在床上养伤的时候，就我做饭顺便出去赚钱好了。后来证明我还是太天真。萧泽回来那天，乔婶儿恰好告假，我亲自开的门，可我压根儿没认出来。老大爷赶着个破板车，车上放着干草，我以为是要饭的，从口袋里摸出2个铜板给他，摆摆手，指指后面，这人给我指路的，我送来了，继续去修行了。我走近看，原来这儿躺着个人，被干草挡住了，脏得像煤炭。我说这是啥？走错了吧？我正要打发走，
忽然看见那双熟悉的眼睛，足足辨认了半炷香，脑袋里想了无数个可能的原因，才犹豫开口：萧子。他约莫是醒着的，因为他眼睁着，只是没眨眼，像条死鱼，脸瘦得脱相了，右腿软塌塌地掉在板车上。我平复了下心态，刚要去搀扶他，老大爷和我：小心点，别弄死了。我顿时不乐意了，我相公好好的出去的，怎么能不小心被弄死呢？我叫来隔壁大姐的相公，合力与我把萧泽弄进屋，可他一路上表情都没动一下，我心里皱巴巴的。和大哥道谢后，塞给老大爷些银两，打发完他们我才进屋，平静地烧了热水，把剪子烫了烫，准备给他换衣服。可我剪开他身上的破布条，看见大大小小犹如被人虐待般的伤口，还是不争气地哭了。眼泪砸到他手上，他抖了一下，机械地转过头看向我，抬手想给我擦眼泪，可当手顿在半空时，僵硬地放了下去。他粗声说：回去。我哭得更大声了，他脸色惨白，因此额头凸起的青筋格外明显。我哭着给他换衣服，但说实话，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，哪怕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小紧张。萧泽那里只能说很壮观。我专心致志地擦干净每一寸脏污，又涂上家里备的药。他痛得满头大汗，给他盖上被子后，我翻箱倒柜地找银子，马不停蹄地跑出去找郎中，可来来回回换了好几个郎中，都摇头说治不了，因为病人求死的意志格外浓重。乔婶儿回来时吓了一跳，我连忙把她拽到院子里，塞给她家里仅剩的银子，告诉她以后不用来了。乔婶儿是个人精，明白哪里会有好人家被人残害成这样，忙不迭点头跑了。往日经常来家吃饭的萧泽新朋友，一个都没再来。我把他送我的饰品全当了，把城里的郎中找了个遍，有的听我描述完伤情干脆不来，有的来了也只是治了治皮外伤，赚些银子。我不敢在萧泽面前求人，每郎中面露为难，我会把他带到院子外，求他试一试，钱不是问题。我还回去找过我娘，我娘让我回家，我拒绝了，不顾她的气愤跑回了家。最后只好寄希望于这最后一个郎中。他叹息着摇头，这骨头全都断了，中间都是软肉，明显是被人用内力震断的，没法治啊。姑娘，老朽看你还年轻，你这相公明显是惹了什么人，你也抓紧跑吧，免得被波及到，他死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我抿唇，只是塞给他些银子，叫他不要胡说。我沉默地做饭，忽然想起来之前他不肯吃东西，那时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给自己灌了一口粥，捏着他两腮，用舌头顶了进去。就那一回，他就老实了。今天我熬好粥，准备一勺勺喂他。他突然开口说话了：听见了吗？所有人都劝你走，你走吧。声音粗粝的像枯木划过地面。我从没发过脾气，此刻听见他这话，怒急攻心，大声道：我不走。这些天我吃不好睡不好，每隔一炷香就要给他翻身，怕生了褥疮。他憋尿憋到脸发青，我也要注意着，怕憋坏了。我虽然在家不受宠，但我也没受过什么苦。说是会做饭，其实也没做过几次，仅停留在能做熟。劈柴、洗衣、刷锅、扫地，所有的事情都落在了我身上。手上的伤口一道一道的，圆润起来的脸蛋也越发尖小。我越来越委屈，把粥蹲在桌上，哭喊着问：我走了你怎么办？就没有人管你了？傻子！我无法将此刻破败的人和半年前娶我的少年郎联系起来。我不知道这一个月他经历了什么，只知道他对我好，我不能在他困难的时候抛弃他。就这么简单。他痛苦地闭上眼睛，一汪清泪顺着眼角滑下。他轻声说：离，我已经不想活了。我找到了乔婶儿，拜托她帮我打听哪里有人能治腿伤。乔婶儿今天给了我答复，神神秘秘地指了指东边红墙，小声道：宫里。我笑了笑，乖乖道谢，拿出大半银子跑去打点，很快就见底了。但我不敢拖，我怕时间久了就彻底治不好了。
这天日暮黄昏，我垂头丧气地回家，忽然有人拦住我，说汴梁来的马戏团正缺个表演的人，问我有没有兴趣。我温吞道：什么意思？他说雌豚鼠正缺个拟人，只要我画成豚鼠的样子，蹲在旁边学豚鼠就行。我谨慎，为什么要找我？哎呦，这不是今晚就要表演了吗？那小姑娘突然说有事不干了，哎呀呀，急死人了。你要是不想，那我再去问问别人。我们马戏就在菜市场门口。他说完就打算去问下一个姑娘。我连忙扯住他袖子，说我去。马戏表演长到很晚，但酬劳丰厚，够我和萧泽吃半个月饭了。我确实性子慢吞吞的，和豚鼠的气质还有点像，因此我演得毫不费力。好多人打赏欢呼，银子都砸到了我身上。老板一个劲儿在旁边暗示我陪笑讨好，我只好蹲在地上，两手垂在胸前晃动，表示开心。我忽然感受到一股不可忽视的凝视，这凝视让我没由来的羞愧。直到人群快散场，我才知道这视线来自哪里。萧泽趴在地上，双目通红地盯着我。我逃也似的跑到台后草棚里，希望萧泽以为自己认错了。可当我拿到工钱从棚子里出来时，萧泽正在门口一身脏污地趴着，一条腿软塌塌地挂在身上，路人都绕着走，可我不能。这是萧泽，我不能绕路。我像做错事的孩子，垂头丧气地站在他面前。老板正欢天喜地数着钱出来，看见了狼狈的萧泽和我，他迟疑诧异，这是……萧泽恨不得把脑袋藏进地里。我连忙跑过去把萧泽扶起来，慢声却笃定道：我的相公萧泽。老板财迷却不坏，见我两人不好回家，连忙安排了板车。我力大如牛，拉着板车回家。我问：你怎么突然出来了？手上都蹭破皮了，回去我给你擦药。我看医馆有卖拐杖的，我给你买一个吧。说着我就冲进了医馆，拿着刚发的银子，开心地买了个拐杖。萧泽愿意出门了，我开心。路过包子铺，我又买了2个包子。我吃素的，萧泽吃肉的。又路过隔壁大姐家，她恰好出来倒洗脚水，只看见了探个头的我，问道：去哪了啊？方才你家相公出去找你了，担心你碰见危险。我脸红红的，把板车拉进大姐视野。我俩一起回来的，她去接我下工了。吃完饭已经到了半夜，她破天荒地说了句：扶她起来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之前吃饭都需要我逼着的。离离，以后不要再去寻医问药，更不要再当动物被人戏耍。这条腿废了就废了，往后我大不了换条路走。我愣愣的。萧泽愿意活下去了。萧泽愿意活下去了。自那天起，萧泽开始在家练习拄着拐杖走路，又开始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。我问他究竟是怎么伤的，他不说，告诉我知道的越少越好。有时候还在深夜写小笺，写了就拍信鸽送出去。他很厉害，一旦求生意志起来，学什么都快，很快就能拄着拐走了，跟正常人步伐差不多。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只是又开始早出晚归，又开始做起饭，日日把我伺候得舒坦。可我知道他断了腿，心里压抑痛苦，因此我没放弃拿钱打点，求宫里人。这天我筋疲力尽回来，忽然见家门口停了辆豪华的轿子，我连忙跑进去，担心萧泽又出事了。可里面还是和我离开时一样，只是房屋里传出压抑的低吼。我推开门，没想到我二姐黎温正拿帕子捂着嘴，眼圈通红，而太医正坐在窗边给萧泽治病。我惊呆了，二姐。二姐扭头看见我就要哭。你去宫里求人的消息都传到我耳朵里了，怎么不跟我说？我以为我和二姐不熟的。愣在原地。二姐心痛地走上前，捧住我小脸，好好的孩子都搓磨成这样了。忽然被这个没跟我说过几句话的姐姐关心，我诡异地不好意思，低下头小声说：没什么的，二姐。那天晚上，二姐在院子里喝了酒，临走时候还塞了我好多银子，说钱不够了就去府上找她要，亲姐妹之间不论什么嫡庶。小时候二姐调皮，
闯了祸永远推到我头上。看来当初没白背锅。那天晚上，萧泽也喝了酒，他还亲我了。我稍微往后躲了一下，他连忙道歉，说以后不会了。我心里哎呀呀，只好捏着他衣角嗫嚅，我没有不让亲，你亲呀，好舒服。他笑了，那样明媚的笑容我好久没见过了。我也跟着笑了。二姐一句搓磨，没给我造成伤害，倒是给了萧泽深深的打击。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珍珠膏，日日晚上督促我涂抹。早上临走，拿温毛巾给我擦手擦脸，亲亲我的唇，掖好被角后，轻手轻脚离开。中午满身风霜的回来，不管我醒着还是睡着，都要给我喂饭，喂完又走了。晚上我沐浴完，他连头发都要亲手给我擦，夸张到除了我洗澡，他想事事都给我安排好。那些日子的坚强好像做梦，我又恢复了懒惰温吞的脾气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一开口就是相公我饿了。给天子看病的人就是厉害。渐渐的，萧泽不再用拐杖，又从一瘸一拐到看不出受过伤，脸也多了些肉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娘子眼里出潘安，他比刚见我时还要俊俏了些，从稚嫩青涩到多了些城府和野心。我和萧泽又搬家了，这回变成了3进3出的大宅院。他在外很忙，但又怕我无聊，有天回来竟给我拎了只小白狗。我惊喜的不成样子，抱着他又亲又笑。他拖住我后脊，问我喜不喜欢。我把小狗捧在手心，雀跃不已。太太喜欢了，取个名字。我想了想，笑道：叫小小肖。他听后忽然笑得不怀好意，拉着我手往他下腹摸去，声音低沉的像有魔力：离离，小小肖在这呢。我又怒又羞，搂住小狗跑了3尺远。他在我身后大笑出声，最后敲定小狗叫李仔，顺便3天没理耍流氓的萧泽。现在我有李仔了，3天2头就抱出去炫耀。只是最近好像朝廷出了什么事，民间总是传出真龙一脉归来天意复国的说法，我觉得奇怪。晚上萧泽回来，我窝在他怀里问他是什么意思。萧泽漫不经心地把玩我的发梢，反问我家是商贾世家，朝廷的事情鲜有耳闻，但根据我看的这么多话本，一定是要有诡谲的事发生了。萧泽捏捏我脸颊，温声道：离离真聪明，外面太动荡了，最近不要抱着李仔乱跑。我温顺地点头说好。第2天就有大批黑衣人藏在我家各处，尤其是我住的地方。我跟萧泽吐槽太夸张了，外面在动荡，跟我们又没有关系。萧泽反倒所答非所问，问我喜欢什么样子的院子。我一下就被他问的吸引了注意力，开始畅想我以后的新家。萧泽像许愿池的王八，很快我就住进了我许愿的大房子，小桥流水，闲庭野鹤，还莫名其妙参加了封王大典，成了王妃。我再傻也该知道真龙是谁了，更何况我根本不傻。我见鬼一样看着身穿王爷规格衣袍的萧泽，结巴道：你不是穷书生吗？萧泽这才跟我坦白了实情，他根本不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。13岁那年，他被晋王党从养父母家找到，说他是前朝正统血脉，晋王遗孤，玉佩便是辨认的证据。他们邀他回京继承正统，但那时萧泽明白，如果回去了，只会成为他们夺权的傀儡。他接受了这一事实，开始读书学习，充实自己，改头换面，潜伏在京城。我问：那你该姓赵？那不重要。离离，如果不是你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去要什么权力财富。但那时你嫁给我，眼神太纯粹了，纯粹到我一想到你要跟我过粗茶淡饭的日子，就羞愧痛苦。我说：可你本意不是娶我。我确实没想娶亲，因为那意味着多一份责任。但帖子递到我手上时，我犹豫了，这是唯一一次我能娶到你的机会。甚至我想到离家那样不拿你当回事，我很生气，倒不如我娶回来好好养着。我顿时不会思考了。他解释，原来我小时候还给过一个来京考试的穷孩子1碗饭。那时过年，满城飘雪，穷孩子差点冻死在街头。跑出来偷玩的小女孩见到后，
捧了满满一大碗饭菜出来，还祝他平安喜乐。我自己都不记得了。我问，所以你不是来京2年，你是一直在京城？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把玉佩给出去？因为我想让晋王党以为真正的遗孤是萧泽，而不是我。如果我想要权力，那权力只能是我主导，而不是别人主导我。那你受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起初萧泽只想简单的谋财，但晋王党不知道从哪里得到风声，竟然要杀了他，连皇上也派出人马暗中搅局。一次行伤，他被人抓住虐待，又杀出一车人马将他放走。原来晋王党其中也有2派，一派是杀掉遗孤，扶他人称帝，一派是坚持正统。彼时他认为自己的腿好不了了，一个残废还要拖累娘子，不配活着。后面就是被我感动，是要夺权。我心都碎了，暗骂男人都是骗子。当初我还夸他坦诚呢。哼！我听得昏昏欲睡，翻了个身抱住他腰道：相公，你成功了再好不过，但如果你失败了，我便陪你一起死。我故意这样说的，毕竟他失败了，我肯定会死掉。但如果是我愿意去死，就是两码事了。那夜，他睡觉时将我搂得越发紧，我都喊热了，他还不松手。我成为王妃第1个月，就把我娘接来小住。我娘望女成凤的愿望实现了，这1个月看我格外顺眼，不提让我和离的事了，反而开始催生了。我嫌他唠叨，又要给送回去。临走前，我娘拉住我，兴致勃勃：那喜娘都跟我说了，你俩早就圆房了，怎的肚子这么久还没动静？阿离，娘知道你嫌我烦了，但我还是得说，有孩子才能稳固住自己的地位。王爷如今虽然对你娇宠，可男人的爱可靠不住啊，你得有自己的依仗才。我打断他，郑重道：娘，错了，其实你已经有孙女了。我娘大喜，摸着我肚子就要听。我躲开，举起李仔抱在膝上，抓着他前爪晃了晃，李仔叫外祖母。我娘脸都气绿了，冷哼一声，头都不回地回了李府。自此我娘一催生，我就到处说李仔是我娘的孙女，像他们这些没事的人都闲得慌。没几天，圈子里就说我娘的傻女儿又发力了。自此她再也没提过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事还传到了萧泽耳朵里。他晚上回来，看我的眼神热切，我被他看得发毛，钻进被窝又被他搂住，强硬地亲得我喘不上气。小腹处被硬物抵住，我动了动，想躲开，他按住我，叫我不要乱动。我小声说：相公，我们成亲这么久了，你怎么只亲亲不圆房呀？你那东西不会中看不中用吧？我绵软软慢悠悠地说。倒是萧泽呼吸越来越粗重，我遂闭嘴。他深吸口气，放开了我，低声道：离离，等我日后事成，必要你知道我究竟行不行。我问：什么叫事成啊？确保你和孩子平安顺遂一生的时候。他亲亲我额头，哄我睡觉。我迷迷糊糊间听见他似乎叫下人备水去洗澡了。他的权力越来越大，我不懂怎么的大法，只知道我住得越来越好，府里下人越来越多，吃穿用度甚至都超过了我大娘一大截。时常有这个尚书那个将军的妻儿来拜访，今天约我赏花，明天约我踏青，我懒得去，全都拒绝了。萧泽夸我聪明，这时候就是应该谁也不见。我应了一声，不解释，只是隐约觉得萧泽又要搞事情了。果然，没几天，皇帝突然驾崩了。他联合晋王党发动清君侧，推翻新帝，立了个傀儡幼帝，自己以复国功臣的身份掌控了实权。不过这些我也不懂，全是他告诉我的。自那天起，他变成了摄政王，而我躺着躺着就成了摄政王夫人。惊讶地发现，现在我爹见我都要行礼了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爹永远是我爹。我对朝堂之事不感兴趣，倒是琢磨起了写画本子。毕竟我平时什么都不爱干，全身最勤快的只有眼睛了。去年我娘跟我说的话我没忘，男人的爱确实不一定靠得住。我如果有自己的收入，哪怕以后他不喜欢我了，我也饿不死。萧泽现在不用四处跑了，倒是那些大腹便便的男人们开始来我家。
他们一时从不避着我，所以我仔细看过，所有男人里面，我相公确实是最俊俏、最有能耐的。我心里也有点小骄傲呢。平时在府上书房，他们说着政策计谋，我就专心致志地坐在萧瑟身边写东西。李仔也在我腿上趴着，特别乖巧。一开始有人想让我回避，萧瑟不乐意了，冷峻道：“在我夫人面前不需要有回避二字。”我第一次知道萧瑟还能这么凶。抬头看去时，他低头同我对视，唇角漾开笑容。哼，你这个男人还有两副面孔呢。我偷偷联系书方加工编纂，没想到发行得很顺利，顺利到我都没有亲手收到稿费，还是萧瑟给我的。我懵掉了。他歪头笑得牵强，眸带压迫。离离，这是什么钱？你和我什么时候还有秘密了？我立马装可怜，你平时那么忙，我怎么舍得再打扰你，让你安排没必要的事情吗？他一下就中计了，搂住我愧疚地说对不起，承诺以后一定会多陪我的。从那天起，我写一本就被发行一本，顺利到我都怀疑了。从小就在学堂边缘生存的我，怎会如此有才华？因此我开始瞎写，梦到哪句写哪句，也全部被出版发行了。我一下全都明白了。摄政王，这点小事你就不要掺和了哈，这是我为了以后遭遇不测养活自己的。当然，实话我没敢说，换了一种方式，可怜巴巴道：“相公，你太忙了，以后不要操心我的画本的事情了。我整日太无聊了，又不爱说话，你不要让我写什么就流通什么，很丢脸。”他连忙承诺，以后不会了。我满意的亲了亲他唇角，换来了铺天盖地的吻，感觉这家伙越来越忍不住了。这天他们正在开会，似乎争吵起了什么，我侧耳偷听也没听明白。他话说了一半，突然不说了，转而笑问我：“离离啊，给你弄个皇后当着玩好不好？”众人弹射起步，吓得跪了一地，全都战战兢兢地看向我。我哪里懂什么时政，我相公这样说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只好抱着小白狗点点头。好。萧瑟的铁血手段雷厉风行。这天带我去皇宫时，我以为是皇帝想见我，转而一想不是，真正的掌权者是萧瑟。他拉着我到一处辉煌的宫殿，问我喜不喜欢。我说喜欢。他撒手：“以后这就是你的寝宫了。”啊，又搬家了。我还没收拾东西。不用收拾，我稍后命人全都送来。我又想到什么，叫他一声相公。他知道我每次叫相公都是为了撒娇，站在原地定定地看着我，等我发话。忽然抱住他说：“放过我二姐，她救过你的命。”萧瑟乐不可支：“离离，二姐的丈夫帮我收回了军权，我没道理处置他。”我点点头。他离开前我催促，一定要把李仔带来。他宠溺地说好。我娘没有我淡定。封后当天，我自己都没哭，他先哭了，抱着我说终于熬出头了。我说没那么简单。确实没那么简单，因为封后大典当天，我和萧瑟已经算是第3次结婚了，前2次圆房他都没碰我，这次我还逃得掉吗？因此当萧瑟拨开我层层叠叠的衣服时，我反客为主，抬腿勾住了他的腰。他惊愕：“离离你怎？”我搂住他脖子亲了上去，画本子看得多了就懂了。我被他翻来覆去的折腾一整晚，不知为何，我忽然想到了前几天他给我烤的那条鱼，正面背面都要兼顾。他嗓音沙哑：“离离，我到底是不是中看不中用？”我说不是，以为可以停下来了，可又是一轮压榨。我都哭了，他还不听我的。第2天我睡了个昏天黑地，但萧瑟就像李仔一样，一旦养成了什么习惯就改不掉。中午我正睡得香呢，被人抱在怀里，勺子都递到了嘴边。我侧头要他走开，不要打扰我睡觉。他哄我说就吃一口。太监宫女跪了一地，恨不得自己没长耳朵。原本这日子过得挺好的，可萧瑟当了皇帝，就意味着传宗接代也成为了他的责任。我起初不在乎的，反正他们烦也只会烦到萧瑟，我自己清静就好了。没想到那群人无孔不入，竟然开始劝我
让萧泽选秀。我摊手，那是他的自由呀。后来见我们两口子口径一致，便使尽浑身解数往后宫塞女人，这已经触碰我的底线了。我只好对萧泽小发雷霆，从乾清宫搬回了坤宁宫，还要收拾细软，带着李仔离家出走，甚至还开始研究律法，想看看夫妻和离我能分到多少家产。那么多处房产，我应该能分到一些吧？皇宫呢？皇宫怎么分？哎呀，这个上面没写呀。我正窝在花园胡思乱想，手里的本子忽然被人抽走，头顶传来咬牙切齿的声音：姻亲律，你想干什么？离离。我没说话，我本来就难受，怕我一开口掉出来的不是恶言恶语，是眼泪豆子。当初我成那样的残废，你都没想跟我和离，如今就想和离了是吧？我说，可他们都把别人塞到你书房了，我不走就没有礼数了。我才不要和别人共享一个男人。他叹了口气，蹲在我面前，揉揉我脑袋，又逗了逗李仔。离离，我已经命人把那女人送出宫外了，我发誓，我没碰她。有什么用？这些天我也在想，怎么样才能让这些烦人的苍蝇离开，给你看我心里的诏书。他朝侧面伸手，王公公十分有眼力见地，双手奉上。我展开看了看，总之就是说什么王室血统内任何贤德者皆可以继承人栽培，每任皇帝继位时都有权利选择是否广纳美人，开启后宫。我撅嘴，那你呢？你怎么选？他笑，我肯定只选离离啊。他轻身把我抱进怀里，低声道：离离，一范真奠定我对你的喜欢，而当初把我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你，奠定我此生对你的爱，至死不渝。没人能让我这么拼命。你还记得当初你说如果我失败了，你陪我一起死吗？记得。我怎么舍得让你同我赴死？当初我留了后路，拜托远居岭南的好友，一旦事情有败露的迹象，便把你暗中送出京城，保你一世无忧。你可以担心明天吃什么、看什么、写什么，但永远不要担心我哪天会不再忠诚于你，因为你才是我的此生追求。我抱住了他，叫他不要再说，扭捏地说了声对不起。他瞬间卸下了伪装，委屈道：你根本不会给我道歉，就知道撒娇逃避问题。又叹了口气，算了，好可爱。站起身拉我回去吃饭。在外冷酷稳重的帝王，到我面前变成了婆婆妈妈的小狗。萧奏总觉得我搬出去这4天瘦了。我定定地看着他给我夹菜，他顿住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摇摇头，乖乖低头吃饭，只是自己在心里想着，笨蛋萧泽，根本不是因为我好，所以我才对你好，明明是因为世界待我如草芥，你却视我如珍宝，我才对你好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